看到虫洞馆长张乃成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熊猫成长，才明白我们国内从不缺好的饲养员。虽然身为馆长，但张乃成丝毫没有身价，不仅每天亲自搬运熊猫要吃的竹子，偶尔还开着3轮车带着二馆长一起炸街，把每只小熊养得白白胖胖，跟小猪似的。兰香生下太子爷后，馆长化身月嫂，每天勤勤恳恳地给大功臣包笋笋，并且他还亲自于可玉爱安装木头秋千。只可惜可爱兄妹俩破坏力太强，不到5分钟就拆掉了他收藏好几年的秋千，气得馆长发文吐槽。而要说馆长最喜欢的熊猫，绝对是相伴20多年的星星老祖。彼时张乃成还是雪糕厂的临时搬运工，恰巧被安排每天给刚产崽的星星送冰块，自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当时是星星产崽的时候，他们这里需要一个搬运工拉冰块。重庆的天气比较炎热，拉那个冰块到厂房里去降温。勤劳的张乃成不仅会做好本职工作，还会帮忙把熊猫亲团拉出去倒吊。由于当时熊猫馆的饲养人员特别短缺，做事踏实认真的他便被园方留了下来。等到掌握熊猫饲养的方法和经验后，张乃成开始负责照顾明星熊猫星星，这一照顾就是长达21年之久。起初张乃成很害怕脾气火爆的星星，如果饭后没给他最爱的小苹果，星星就会用把铁盆打噼里啪啦打，而他毁坏的饭盆也是整个虫洞最多的。等到逐渐摸清星星的脾气后，一人一熊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。都知道成年大熊猫有很强的领地意识，但星星却能允许张乃成近身投喂。不过当张乃成给星星准备了漏食器后，他用爪子扒了半天就逐渐失去耐心，嘴里骂骂咧咧，瞪了对方一眼就给丢了。卑微小张只能赶紧捡起来双手奉上。虽然年老的星星不再像年轻猫那样好看，但张乃成社交平台账号发布最多的还是他。哪怕后来荣升馆长也尽心尽力的照顾星星，因为老年大熊猫的牙齿不再锋利，张乃成就仔仔细细的把嫩笋削好皮。听说星星不愿吃饭或者感冒生病，张乃成就会心急火燎的赶来照顾他。可以说正是有了张乃成的悉心照顾，星星才能安享晚年于38岁高龄离世。尽管张乃成心中早已做好离别的准备，但自此他的社交账号沉寂了2年之久。再度提及星星，张乃成瞬间红了眼眶。他走了以后，我还是有一点不习惯，就是说什么呢？经常什么呢？晚上有时候还梦到，做梦还梦到，这还有时候还叫其他猫的名字的话有时候还叫错。只能说，虽然我们国内饲养员低调，但并不代表不专业不用心，而他们也都值得我们的尊重。栾川动物园是会选熊猫的，一个负责貌美如花，一个负责赚钱养家。一定要长得好看吗？长得好笑不行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只见麦麦揣着手躺在木架上休息，奶乎乎的小模样一整个惊为天雄。然而镜头转到林岩后，直接笑不活了。不得不感叹，胖妍真的好像在深宫怨妇，幽怨的小表情仿佛在说为什么不拍我。只能说麦麦是真好看，林妍也是真好笑。要知道麦麦从小就是只甜美熊熊，由于包子朵朵和头戴蝴蝶结的照片过分可爱，不少猫粉惊艳之余还误以为她是女熊。长大后的麦麦依旧颜值爆表，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好看。暖心的她还会主动跟小朋友贴贴，一整个治愈系的可爱熊熊。如果说隔壁林妍一刻都闲不下来，那麦麦绝对主打能不动就不动。只见她板板正正地坐在小栾桶上，随后乖乖趴在木架上思考熊生。不知道的还以为熊熊在做作业呢。平日上班也是找个阴凉地倒头就睡，毕竟有隔壁好兄弟林岩赚钱养家，他只负责貌美如花日常摆烂就行了。而林岩作为熊猫界搞笑出名的小熊，其实小时候的他一点也不油腻，只是长开后就走上了搞笑的不归路。闭上嘴就是满面忧愁的深宫怨妇，张开嘴则是猪猪鼻的搞笑派，并且热衷整活的他经常研究新技能，为姨姨们带来出其不意的惊喜。只能说胖妍上次这么扭的时候，直接把美女依依的直播间给搞疯了。虽然熊猫因擦边被封听上去匪夷所思，但只要有林妍在就代表一切皆有可能。胖妍喜提直播涉黄第一熊称号不久，他又因吃竹子而被识别为抽雪茄，起因是胖妍本想踩着圆筒展示身材，可没曾想一个脚滑就直接摔了下来。为掩饰尴尬，他立马拽过旁边的竹子吃，内心 OS 太丢熊了，姨姨们没发现吧？然而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由于胖妍吃竹子的姿势太像抽雪茄，导致直播间被当场关闭，奶妈都懵了，很难不怀疑林妍是两脚兽假扮的，专门要在无人认识的时候放飞自我。不过胖妍也因整活能力太过突出，吸引了不少喜爱她的游客，甚至3分钟让男人为自己花了3000万。胖妍一举成为栾洞的招财猫。不得不说，栾洞是懂如何挑熊猫的。麦麦负责貌美如花撑起牌面，林妍负责整活赚钱打出名声，恐怕园长半夜睡觉都能笑醒吧。国宝大熊猫是如何催开饭的？
有的把饭盆搓出了火星子，有的把饲养员挂在了网上。这天饲养员只是晚了一会送加餐，急性子的骄傲就觉得自己要饿死了，反手把饭盆扣地上，开始制造噪音，并且怒气冲冲地把饭盆当球踢。对此，饭盆表示真是服了这个老六，天天吃我的用我的，还拿我撒法子。秦岭熊猫丫丫完饭盆更是得心应手，只见他右手右脚牢牢扒住栏杆，拿起饭盆就开始叮当咣啷地搓围栏，幽怨的眼神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饭。只能说熊是铁饭是钢，一秒不吃饿得慌。此外，熊猫萌大则学会了敲门催饭，扶着栏杆站起身，直接一顿哐哐乱砸。主打的就是一个魔音洗耳。如果奶爸提前把门打开不让他撬，聪明的萌大就努力探出胳膊把门关上，随后故技重施，直到奶爸递来加餐。而萌大绯闻女友八里台二姑奶奶喜欧，单听这外号就知道熊熊的脾气有多大。每天早上醒来，他就直接用竹竿敲门催饭，把亲亲奶爸老冯逼得直呼洗了小祖宗。他小时候可好了，3、4岁那阵饿了怎么办呢？他会叫你，到点了，他看你还没下去，他就坐在门那儿拿一根竹子敲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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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敲。你多再下去，不能给他吃上，他不笑。果然，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熊。而生活在江苏盐城的大熊猫云儿，不仅跑步时4条腿各有各的跑法，还经常趴在窗边上演午夜惊熊。只见他大半夜不睡觉，在黑暗中探头探脑，把前来巡查的饲养员吓得差点灵魂出窍。但其实云儿只是想要点宵夜，米稀。就是说这作息多少有点像当代大学生了。都知道一代脱星袁小曾被扒掉毛裤，而他改名换姓去青岛后被照顾的体重飙升。奶爸眼看熊孩子胖得连树都爬不上去了，于是决定狠心给袁小减肥。没曾想奶爸把他放心上，他把奶爸挂网上，袁小不去催饭，反倒来姨们面前吃草卖菜，边吃边示意游客赶紧拍，闹得越大越好。而为了不让自己年纪轻轻就死网上，奶爸只好给熊孩子扔了10几颗笋。袁小的减肥计划就这样惨淡收场。三太子萌男不仅会搓铁盆催饭，还会用屁股撞门撒娇求投喂。奶妈成功被这小子的花言巧语迷惑，给他拿来了一大堆果和笋。果然还得是爱撒娇的熊最好用。这天于爱发现三姨在扒门催饭，小家伙也拽着哥哥一起来凑热闹。快开门，熊要喝盆奶，感觉再不送饭，爱姐就要上手拆门了。如此聪明可爱的大熊猫，网友们爱了吗？小时候的福宝到底有多可爱？眼前这个被江爷爷抱着的毛绒玩偶，就是财阀公主小时候，亮亮的眼睛，呆萌可爱的表情，这样的小福宝谁看了不会心动啊？当江爷爷把小福宝放在木架上营业时，不想让对方走的他牢牢抱着爷爷胳膊，两只眼睛瞪得超级圆。不得不说，小福宝和他那见过鬼的舅舅简直是一个母子磕出来的。江爷爷想抽出手离开，可小福宝却抓得更紧了。最后爷爷临走前摸了摸孙女的小脸，还帮他清理干净肚子上的竹叶。独自营业的小福宝呆呆地坐在角落，晃动着小脚观察着外面的姨姨们。果然比福宝更可爱的只有福宝小时候。当江爷爷在房间打扫卫生时，小福宝趴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，下一秒他竟搞偷袭扑了上去。爷爷看到后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，可奶凶的小家伙直接一个拍地，连生气都如此可爱的小熊，谁看了不想拿麻袋装走？就是不知道小福宝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。这天江爷爷给福宝称体重，小小的一团在上面东倒西歪，称好后江爷爷把他抱起放在腿上，记录好数据后就准备离开。谁料小福宝牢牢抓住爷爷的腿，任凭对方怎么说，他的小手都不松开。看得出福宝真的很喜欢江爷爷。而小福宝营业时但是静静地坐在木架上吃竹子，就萌化了一大批猫粉。小小的他眼睛亮亮的，干干净净，充满天真。这样的小熊恐怕没有人能够拒绝。玩木马时，小福宝更是可爱到爆棚，爬不上去的他全身都在努力，可最后还是成了翻车现场。小福宝像极了人类幼崽，开心时他会笑，还会和爷爷击掌；干坏事被发现后，他还会心虚的低下头。福宝小时候经常把自己弄成脏熊，然后去招惹最爱干净的爱宝妈妈，有时还会不顾妈妈的劝阻，爬到危险的树上。艾女士每次看到调皮的熊孩子都火冒三丈，上去对着他就是一顿胖揍。挨打的小福宝心情郁闷的趴在树上。宋爷爷看到后把小家伙抱下来，用纸巾给他擦干净身体，可小福宝似乎还在生妈妈的气。宋爷爷想到小家伙特别喜欢蝴蝶，于是立马到隔壁的蝴蝶馆抓了一只，然后放到了孙女面前的树干上。小福宝目不转睛地盯着蝴蝶，在爷爷的安慰下，他的心情终于变好。如此软萌娇滴滴的小熊，谁能不爱？看到地震时，熊猫冰冰把孩子护在身下，才明白母爱真的不分物种。2022年9月5日，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.8级地震。而在地震发生的瞬间，感受到震感的大熊猫冰冰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往外长跑。只见2只崽崽跑在前面，冰冰妈妈紧随其后，直到听到警报声消失，冰冰才停下来。等到地面停止晃动的时候，冰冰妈妈则带着2个孩子在院里玩耍。谁料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受到惊吓的熊猫宝宝迅速跑开，意识到不对劲的冰冰也紧跟上去。只见他把2个孩子牢牢护在身下，然后一直警惕地望着四周，好像在寻找从哪里传出来的声音。此时巨响再次传来，2只崽崽吓得赶紧爬树躲避危险，而冰冰妈妈则是一直守在身后。其中一个宝宝望向妈妈，
似乎在说刚才发生了什么，我好怕。冰冰转身看了看孩子，好像在安慰小家伙不要怕，有妈妈在。然后他扭过头继续观察到周围，看到有妈妈保护自己，姐弟俩放心在一旁玩了起来。果然，任何时候只要有妈妈在身边，总会感觉特别安心。过了很久都没有再出现巨响，小家伙们一熊占据一根树比赛爬树玩。不放心的冰冰妈妈来回看着两个孩子，是不是还观察着四周的情况？看来还在担心会有什么危险。过了一会，冰冰才放心的和孩子玩起来。他把眼前的仔仔抱在了怀里，可还没玩够的小家伙一直挣扎着，冰冰也只好把孩子放下，然后他就这样静静的坐着，看着仔仔给自己表演爬树。据饲养员说，冰冰的母性一直很强。2021年，冰冰妈妈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分别取名冰墩墩和冰坨坨，两小只都是妈宝熊。冰墩墩喜欢黏着妈妈，经常是冰冰在哪里，墩墩就在哪里；冰坨坨则是经常缠着妈妈喝奶，有时淘气的小家伙会压在妈妈的身上，好脾气的冰冰也只是任由他们，甚至还想把熊孩子抱在怀里轻轻举高高。而当危险来临时，熊猫妈妈会不顾一切的保护宝宝，想必这就是母亲的本能，任何时候都会保护自己的孩子。世间的母爱也远比想象中的还要伟大。大熊猫翻车现场能有多好笑？近期广州顶流雅一贡献出糗名场面，谁能想到堂堂的靓女竟把秋千做坏？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出来互怼，表示明明是秋千的质量不好，和我们靓女雅一的体重可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只能说雅一平时真的没白宠粉，每次靓女看到粉丝后，都会从头到尾挨个给他们打招呼。如此会营业的美女熊，怎么可能把秋千压坏？不过熊猫界还是存在翻车现场的，比如天津动物园的搞笑女喜乐。这天她准备坐在椅子上享受一下，可喜乐却低估了自己200斤的体重，下一秒直接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。只见他手忙脚乱的赶紧起身，毛毛碎碎观察有没有人看到，然后气急败坏的他直接就把椅子扔进了沟里。心情舒畅后，准备给游客表演个后空翻，结果乐极生悲，一头扎进了沟里。同样对体重不自知的还有肉肉。当300斤的肉姐站在树上耍帅时，不堪重负的小树当场坐。只见肉肉着急忙慌的赶紧躲起来，满脸都写着实在是太丢熊了。当朱鱼爬上很高的树枝表演杂技时，下面的游客看到后都心惊胆战，可熊中哈士奇朱鱼却丝毫不慌。只见他仍然疯狂扒拉着，最后果不其然，小树枝迎来生命的终点，朱鱼直接重重摔了个屁股墩。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火速逃离了现场。而狂野战熊如意的亲弟弟灵岩，可是堪称比三太子萌兰还会整活的小熊，只不过这小子每次整活都会成翻车现场。本来灵岩想站在圆筒上给游客表演杂技，谁料刚走没2步，一屁股坐桶里出不来，后来改站在蓝桶上给小朋友打招呼，没曾想摔下来，连滚带爬才站稳脚跟。不服气的灵岩还想借助这个小蓝桶模仿三太子萌兰的越狱技能，可怂怂的他刚站起来，熊腿就开始发软。转头灵岩瞄上了自己最钟爱的绿陀螺，然而耍帅没耍成，还摔了个4脚朝天。最后他改在室外的秋千边上蹦迪，结果一头扎进了秋千了。想炫个单杠表演，却跟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。屡次翻车后，灵岩都快被整抑郁了，经常坐在一旁静静思考怎样才不会丢熊。好在灵岩翻车只霍霍他自个一熊，但熊猫界的车祸现场可就不是这样了。也勾着我心里的花。只能说熊猫真的是凭实力成为国宝的。